嗨，大家好呀！有观众问我加拿大的医疗状况，那我们就来聊聊吧。我现在是住在加拿大西边的省份亚伯达省，在亚伯达省的所有居民医疗系统都是由亚伯达省的医管局所管理的，它的名称叫做 Alberta Health Services， 简称 AHS。居住在这个省份的所有居民，不管你是永久居民、公民，或者是非永久居留的居民，都可以享有免费的医疗服务，例如家庭医生、专科医生的基本服务，以及医院服务等等。接下来我会介绍几项亚伯达省的医疗特色，让对加拿大有兴趣的你能够对我们的医疗系统多一点认识。但是因为加拿大的每个省份都有独立的医疗计划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只局限于亚伯达省。目前亚伯达省的居民除了牙科和眼科看诊外必须自费，其他医疗看诊服务都可以免费享受。在开始享受亚伯达省医疗服务以前，你必须先准备一张免费的亚伯达省医疗卡。因为在全加拿大的医疗体系里面是采取医药分家制度，所以在亚伯达省的医疗体系里，看医生是免费的，但是你要自掏腰包买药。我目前居住的城市是 Calgary 卡加利市，它是亚伯达省的第二大城，目前有4个主要医院和1个儿童医院，分别是 Foothills、Peter Lougheed、Rocky View 以及 South Health Campus。 在西北边的 Foothills 医院，它是一个教学医院，它的院区是和卡加利大学校区相连接的。刚刚提到，在全加拿大的医疗系统，包括了亚伯达省，是采取医药分家制度，主要说明了这是医生跟药剂师2大服务。病人去看病和拿药是2个完全独立的程序。病人在看完医生后，医生会给你一张药单，你就可以自由去各大药局找任何一位药剂师帮你配药。但是这个时候要自己付钱，或者是用你自己和保险公司的保险来付款。也就是说，你在拿到药物的流程中，至少必须经过2位专业人士核对以及讲解。除了可以减少医护人员的事务之外，同时也可以降低诊所营运的压力负担。因为在亚伯达省看医生是免费的，而且看专科医生必须由家庭医生转介看诊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找一位医生做自己的家庭医生，因此可以方便记录自己的病史。但是请注意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接受新的病人哦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到以下医管局的网址，按照你自己的地址、语言要求等等，选择你的家庭医生。因为在亚伯达省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医疗费是非常昂贵的，例如药物、牙医、佩戴眼镜、叫救护车等等，使得很多人会额外购买月付的医疗保险，比方说 Blue Cross 蓝十字，而且多数的公司会资助雇员一部分的医疗保险费用。举我的例子而言，我的公司医疗保险给付比例是 80%。 如果我洗一次牙要加币300块，我只需要付60块加币，也就是 20%， 剩下的费用就由公司的保险计划给付。当然这是我自己公司的例子，只在这儿提供大家参考。虽然说亚伯达省在基本的医疗服务以外的医疗费用是非常昂贵的，但是包括了化验检查、
X 光拍摄，或者是重大手术，例如换膝关节、心脏手术等等的专科服务都是免费的。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持有亚伯达省医管局发出的医疗卡。在亚伯达省有一个电话号码811，就是亚伯达省的电话医疗咨询服务热线。这个热线设有多种的语言服务，为了解答人们所有关健康、饮食、医疗求助等问题，尤其是在 COVID-19 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，这条医疗求助专线更加成为大家的救命热线。在亚伯达省的居民如果有任何的医疗问题，都可以打过去问个明白。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长照系统。以我目前居住的卡加利市为例，最大的长照机构就是 CareWest， 它包括管理总部在内，一共有13个分区。除了接受亚伯达省医管局的拨款管辖以外，在卡加利还有很多私人经营的长期看护机构。在亚伯达省另一个重要的医疗服务就是到家看护 Home Care 了。因为有些出院或在家休养的病人没有家人的帮助，因此医管局会依照医生的医嘱，通知各区护理人员到府诊断，评估病人的护理需求之后，再调派人员定时到家护理病人，例如帮忙洗澡、换药、打针、喂药等等。以上的视频内容，希望可以让你对亚伯达省的医疗系统有个大致的了解。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建议，你的意见就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了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，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